2024年的12月13号，我们到年末了，也接近要 deadline 了，对吧？好，我们现在1点钟，OK，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好是蛮不一样的哈，就是因为我们新制是去年的11月上线，对不对？好，那到现在为止也已经就是满1年了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这1年之间，其实我们有大量的去对就是考生去做研究，好，还有对就是考完之后的成绩去做研究。那我们发现哪些高分的秘诀？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1年之后。新制上线1年之后呢，到底有哪些的策略是你要去遵守，你不能够错过的策略？这样子，好，OK，各位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先给大家看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8个点。好，那8个点呢会由浅至深。好，那首先呢，前面4个分别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在各个科目里面，哪些科目要大，哪些科目要小，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在考试中呢，我们要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考试顺序？这个同学很常问，对不对？好，还有就是，在我们就是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那如果在考试有前面、后面、中间的题目的时候，我们的时间要怎么去规划？好，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最后题目没有写完，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分数会下降多少？OK，好，这些都是大家常见的问题，我们都有把它研究出来。好，那以及就是我们整体的时间策略该怎么设计？一题要几分钟？好，哪些题目要快，哪些题目要慢？好，然后以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新制里面过了1年之后呢，我们看到它题目的顺序出了有什么变化？还有就是最后我会示范给大家看怎么样去使用成绩单分析的功能。好，就是排序的功能来去做一个初步的这个分析，这样子。OK，好，各位，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哦，好不好？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题哈，第一个主题叫做我们要怎么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不同的科目里面去？哪些科目对你的投报率比较高？OK，好，来各位，不管你是考模考，或者你是考正式的考试，你都会在第一页看到这个 total score，对不对？好，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第一页的 total score 它有2个成分。好，第一个叫做积分，第二个叫百分位。好，各位有看到哈？好，这边是总分跟积分，这边是百分位。那么这2个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分它的 range 是从60到90，好，总共有30个刻度。OK，好，它是一个固定的、绝对的指标，好，是不会去变的。OK，好，那百分位是什么呢？百分位是随时会改变的。就是它是把你跟过去5年60个月里面所有的考生的成绩去进行排名，告诉就是别人说你在每100个人里面你是在第几名这样子。OK，好，那举个例子，假设今天你考了一个试，过了1年2年之后，你再回来看这次的成绩，好，你会发现成绩的积分是不会变，但是百分会可能会改变这样子。OK，好，那各位好，那到底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呢？这才是重点，对吧？我们不要知道说到底今天学校看的是积分，还是学校看的是百分位，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加强，对不对？好，来，各位，你可以看到 GMAT 官网上就有明确的去写到，说由于新制跟旧制，它的分数是无法直接转换的。比如说新制的645等于旧制的700。OK，好，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尺度。好，所以呢，对学校来讲，他们会看的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讲说，好，因为积分机制不一样，那学校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学校不会单纯的把数字拿去做比较，他会把更多的重点放在百分位身上。好，所以这个请各位要记得就是积分是你真实能力的评判，但是呢，百分位才是学校会看的东西。好，所以请各位记得这个重点。好，那现在重点来喽。好，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把自己的时间投资在哪些科目上，才能够换取更高的百分位呢？对不对？好，各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你所看到的这个点状图，它是横轴是积分，纵轴是百分位。好，它是一个积分跟百分位的对照表。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对照表呢，它会长这样子。它的这个图形长这样，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常态分配了，只是呢，常态分配你平常看到的是中型，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是叫常态分配的累积曲线，意思就是它中型可能只有在那个点上算那个点上的人有多少，可是这个曲线是什么？就是把前面的人全部加进来，好，它是用累积的方式来看这样子。OK，好，所以你看它长相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可以稍微解说一下这张图哈。这张图里面3种颜色的这个线，分别是黑色是 DI，然后呢，红色是数学，然后呢，蓝色是 verbal。OK，好，那再来的话呢，横轴是分，纵轴是百分位。那我会怎么用这个来去给同学做规划呢？很简单，举个例子，像如果你给我的是这个成绩，
你看到这个同学他的数学是85分，verbal 是81分，DI 是81分，对不对？我就把它直接放到这个图上，对不对？好，你现在看到这个叉叉的点，就是所谓的它的积分所在的位置，有看到吼？好，verbal 81分嘛，对不对？好，数学85分，然后呢，黑色这个地方的 DI 是81分。好，那我们要看的是它切线的斜率。好，你看我把切线显示出来，对吧？切线的斜率只要越大越陡，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的真实能力只要每进步一个积分，它对你的百分位贡献就越大。OK，好，就是对于学校会看那个百分位，好，加成就越多，这样子。好，来，所以像这个同学，我就给他一个建议，你可以看到哈，这两个的斜率是差不多的，对不对？但这个很明显，它只要每进步一个积分，它就会上升10个百分位，但这边呢，每进步个积分只会上升5个百分位，只会上升2到3个百分位，对不对？好，所以我会给他的建议就是，假设他的整体的准备时间有100%好了。50%的时间要分配在蓝色的科目上 verbal，因为投报率最高。好，剩下25%的时间再分别分给 DI 跟数学。OK，好，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使用积分对百分位的斜率来去知道自己要投注在哪一个科目之上。OK，好，来，对，好，来这个地方有听懂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一个1吗？好不好？好，这个大家都不用相信，因为这个表格哈，这个投影片今天我会提供给参加的同学。所以呢，你不用说啊，我要赶快把它截图起来，其实不需要。为什么？因为等一下这个投影片就会直接开放大家去下载了，好不好 ？OK 哈，好，所以你也可以一样，这个投影片里面去对照你自己的分数，去看一下你的斜率，你也知道自己要怎么去分配时间。OK，好，好，这是第一个主题。